纯享老板亲自抠泡泡袋尺寸，诚意这个代言到底贵在哪？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晚上本来在刷外卖菜单，结果一不小心刷到一组关于纯享酸奶周边的讨论，外卖最后忘了点，因为我整个人陷进去了。事情是这样的，纯享的那位杨总对诚意这一季的代言物料亲自管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亲自管到了一个让我作为一个看了10几年 Space 的人都要愣一下的颗粒度。周边的泡泡袋什么款式？他过问。小卡上的文案怎么写？他过问。相框的尺寸做多大？他也过问。然后，这是我看到最破防的一句 ：TVC 拍摄那天，他人在国外，专程飞回来探班。我当时就坐那儿想了很久。我寻思，一个酸奶品牌的老板，为什么愿意把这些细节管到这种地步？今天这期视频，我不聊别的，就聊这一件事。因为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这一件事里头藏着关于诚意这个代言人到底贵在哪儿的全部答案。行，咱们先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摊开看。我跟你讲，我第一眼看到老板过问泡泡袋款式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啊，泡泡袋？就那个装周边用的，防止碎掉的那种气泡塑料袋。这玩意儿不是品牌方市场部底下一个执行就拍板的事吗？但人家是真的过问了。一个泡泡袋的款式，老板亲自看。然后是相框。这个我多说一句啊，诚意这一季的物料相框，尺寸是老板亲自过问的。粉丝收到之后是要摆在桌上，挂在墙上的。相框尺寸这种事，品牌方一般是直接照着供应商给的标准走，但杨总部，他要看，他要拍板。小卡文案，这个我得先说清楚，等一下，我重新说，准确一点，公开讨论里提到的是，小卡上的文案是老板亲自过问的。具体过问到哪一层，我没拿到内部信息，凭公开说法说啊，别太当真。最后是 TVC 探班，人在国外，飞回来。你把这几件事放一块看，你品，你细品。这不是一个老板偶尔心血来潮，为了博点眼球做的姿态。姿态可以做1次2次，做不到3次4次。这是一个老板把代言人的每一个落地环节当成自家产品在做。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事在 Space 的代言合作里头到底多常见？我直接说结论，极其不常见。我说一下行业的标准流程哈。一般来讲，一个艺人接了某个品牌的代言，对接是这样的，艺人这边是工作室商务负责人，品牌那边是市场部对接经理，中间还可能加一个执行公司。物料怎么拍，周边怎么做，文案怎么写，这些是市场部和执行公司在做。老板大概率只看大方向的提案，看最终成品过审，签字，结束。啊，对了，我得先补一个背景，不然你听不懂这事儿的分量。国内品牌方的老板，时间是按小时算钱的。一个老板一天的时间表你拿过来看，开会、谈合作、看财报、见投资人，排得密不透风。让这样的人花时间去管一个泡泡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项目在他个人优先级里被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行，回到诚意这事儿。杨总把诚意这一季的物料管到这种颗粒度，翻译成人话就是纯享这次的代言对杨总本人来说不是一个常规商务合作，是一个他要亲手做出彩的个人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种待遇在行业里是稀缺资源。它不像价格，不像曝光量，不像 KPI 这些东西是可以谈出来的。老板愿意亲自下场是谈不出来的，是赢来的。那我们就得问下一个问题了，凭什么是诚意？一个精打细算的品牌老板，他凭什么把自己的私人时间、个人审美，甚至跨国行程，全压在一个代言人身上？我寻思了半天，得出4个支点。第一个支点，作品输出的稳定性。诚意这几年的作品节奏，老粉应该都门而清，不是那种突然爆一下，然后2年没声音的类型。是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在自己舒适区往外推一点点的类型。这种稳定性对品牌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代言期内不会突然没热度，意味着投钱是有安全感的。第二个支点，这个特别重要，粉丝群体的健康度。我直说哈，作为一个看了很多 Space 粉丝生态的人，诚意的粉丝群体在我心目里属于那种让品牌方放心的类型，理性、有消费力、不无差别思，对品牌方友好。这种粉丝群体的价值是什么？是品牌方做活动、出周边、搞联名的时候能拿到真实的正反馈，而不是一地鸡毛。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你们一直支持的方式是对的，这种健康的氛围是你们一年一年攒出来的，品牌方看在眼里。第三个支点，商业转化的真实度。代言人选谁，最终还是要看货能不能动。这个数据品牌方手里有，我们外人只能从侧面看，但纯享愿意持续加码，愿意做这么细的物料，愿意杨总本人下场，本身就是数据好的最强信号。如果货不动，老板不会管泡泡袋，老板会管下一个代言人选谁。第四个支点，形象的纯粹度。这点我多说两句。一个代言人在品牌方眼里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个人形象有没有杂音。诚意这几年走的路你回头看，专注作品，不太掺和场外那些事儿， social media 上 chill 但不冷淡，这种低噪音高质感的状态，对品牌方来说是最好的合作对象。四个支点拼起来，你就明白杨总为什么愿意飞回来探 TVC 了。这不是爱屋及乌的冲动，这是一个商业决策者看到了压在这个人身上是稳赚之后的理性投入。好，下面这部分我得先说清楚，听完整再判断啊。网上有种声音是这样的，他们会问，这种老板亲自下场宠代言人加顺带宠代言人粉丝的模式，到底可不可持续？万一哪天杨总从纯享离开了呢？万一哪天合作期满了呢？这种个性化品牌爱是不是太依赖具体的人了？我得承认，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道理的，从纯商业模型的角度，依赖具体某个人的爱确实是个脆弱性。但是等等，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这个脆弱性是谁的脆弱性？是纯享这个品牌的脆弱性，不是诚意的脆弱性。你品一下这个区别。如果哪一天杨总离开纯享，纯享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品牌资产怎么继承；如果哪一天合作期满，双方友好分开，纯享要重新思考下一个代言人怎么选。但诚意这边，他在这一段合作里已经被全行业看到了能让一个品牌老板亲自下场到泡泡袋级别的能力。这个能力会被记住，会被下一家、下一家品牌方记在小本本上。说白了，纯享这次是用一种极致用心的方式，给诚意做了一次行业级的代言人价值认证。这个认证比任何代言费数字都更有说服力。哦，对了，这部分是我个人的推测，我没拿到第一手的商务数据，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但这个判断的方向我还是 hold 得住的。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我做这期视频之前，本来只是好奇，为什么一个酸奶品牌老板会管到泡泡袋这种程度。做着做着，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老板有多用心，是这种用心背后的逻辑。一个人在自己专业上做得足够稳、足够久、足够干净，外界对他的对待方式会自然变化。不需要他自己开口要求，不需要粉丝去争取，会有人主动把他的每一个落地环节当成自家产品在做。被这样对待的人，是因为他先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了自己的作品，对待了那些一直等着他的人。今天这期就到这。说到底，这种稳稳的、有质感的、互相成就的合作关系，在如今这个浮躁的市场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看到的人会懂。下期见。